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问？你不说，我不问；你想说，我便听着。我很小的时候没了爹，我娘是个赌徒。那会儿每天一睁开眼睛，就都是讨债的人上门。有一天，我娘跟我说，可以带我离开河阳，去投奔一个很有钱的表哥。她说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也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。娘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？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债主，让咱们小生以后不愁吃不愁穿。那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？小生乖乖睡一会儿，一会儿到了呀，娘叫你。嗯。等到我醒了，我们确实到了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看上去也很有钱，但不是什么表哥，是我娘收了10两银子把我卖掉的地方。他就那么抛下我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那年我才10岁，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，沿街乞讨，坑蒙拐骗，养活自己。有了一些积蓄之后，我就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。总之，我花了10倍的价格赎回了自己的卖身契。你这么喜欢赚钱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亲娘都不可靠，只有银子跑不掉。但是没什么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你骗骗我，我骗骗你。教你个绝招吧。每当难过的时候，就吃点甜的，以后难过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来嘴巴里的甜味，就会把难过冲散。哄小孩啊！再说了，谁难过？就当是给10岁的小生吧。傻死了。大人，等人到齐了再说。大人莫不是在等上官小姐？我等刘不坏。哦，
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卓兰江那小子搞鬼不让他来吧？大人，大人，小人昨日验尸，在死者身上发现一颗泛黑的旧牙。经过小人千辛万苦用牙粉打磨之后，发现，在这颗旧牙中间是以白皙和银箔对吧？哦，对对对，银箔。路上遇到双双，我专门给大人买的。专门给我的。大人，吃冰饮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不是。挺好吃。陈三，接着说。大人，在这颗旧牙中间呢，是以白皙银箔和水银合成的汞齐。民间郎中会用此物呢填补牙齿缺漏，但是这个银箔在地下埋了太久，就容易发黑。发黑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死者生前是补过旧牙，对吧？对，大人，从汞齐的磨损程度来看，用了不太久，应该是在1年到2年。找遍河阳所有会补牙的大夫，务必要查清此人的身份。是。不错，这颗是我补的牙。但凡我补的牙，都会掺点水银。河阳没有几个大夫能舍得用水银的。那你可还记得这个人是谁？新政书院记不清都有谁来过。哦，不过我每次出诊都会记账，说不定账本上会有记录。哦，找到了。2年半前补龋齿1颗，收诊金2两，病患姓名沈慈。如果这具尸体是沈慈，那牢里的是谁？公子，药熬好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潘越亲了我。潘越亲了我？潘越为什么要亲我？难道他？怎么可能？你醒了？来，把药喝了。我来。谢谢。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要不就是刚才在做梦，一定是在做梦，我肯定没有睡醒。在做梦。公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一会儿路上走慢一点，不必急着赶路。上官芷刚好一点，别再颠簸了。公子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还没见过你对谁如此上心，考虑如此周到的，你还不承认你对上官小姐别有用心啊？怎么，我就不能喜欢上官芷吗？潘越喜欢我，
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，怪不得他让我陪他去沈慈老家，一路上对我关切有加，所以刚刚才会……不对啊，我现在是上官芷啊，他喜欢的是假扮的上官芷，而不是我杨采薇。不，也不对，假扮的上官芷就是杨采薇啊。他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还没回来？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出事1个月后，他便与郡主有了婚约，现在又喜欢上上官芷，他究竟怎么想的？难道感情对他而言就是一块可以随时拿起、随时放下的石头吗？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他怎么如此冷淡？我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哎，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我帮你。哎，多谢大人，不不必费必费心。心。上官芷，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大人是朝廷驸马，我哪会有什么意见呀？驸马，这个误会还要尽快解释清楚才是啊。公子，郡主他……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公子，那个郡主来信了。哼，一边将郡主的信带在身边，一边喜欢上官芷，你还真是两不耽误我。不行，无论我怎么好奇，都不该拆他的信件。既然你这么好奇，为何不亲自打开看看？啊！这封信我还没打开，你帮我看看，可写了什么重要的事？哦。我与郡主的婚约是假的。多谢郡主。潘公子上次所做的画，我十分喜欢。宫中的画师虽为我画过诸多肖像，却从未有人如你一般画出我的神韵。能得郡主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以前只当潘廷尉家只有一个独子，没想到还有你。我对笔墨丹青也颇有兴趣，以后你时常进宫来教我作画吧。多谢郡主抬爱，只是潘某早已有婚约。易水之举，是为逼我父亲告知我那未过门娘子的下落。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郡主见谅。
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杨家孤女吗？听说她已经失踪10年，说不定人都死了。难道你要为她守一辈子吗？婚约能结，亦能解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皇上自会答应。郡主，他10年不见，我等他10年。他若是死了，我终生不娶。跟跑了，你怎么跟皇上交代？我会跟他说，我非你不嫁。相信他会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你放心，皇上那儿有我。你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明真相，为国除奸。郡主为了救出朝中奸臣，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誉。若没有他，我甚至都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，更别提到河阳当县令了。我都不知道你回京之后如此凶险。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？他是对上官芷动了真心，才特意跟我解释。上官芷，啊，先别说话，先别说话。这卷书中记载的虫蛊之术对我们查案很有帮助，我要先看看。好，你慢慢看。就这儿吧。好。来，看看有什么想吃的。哼，你对上官芷还真是温柔细致。南区名菜，西湖醋鱼怎么样？太酸了，不吃。酸。酒酿圆子。哎，腻死了，太甜了。那油焖竹笋。谁要啃竹子啊？上官小姐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几位客官想好了吗？吃点什么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给你打听一下，您知道沈慈家在哪儿吗？你要找沈慈的家啊？他们家已经没有人了。那他家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一直往前走，中间第一家就是沈家。不过呀，那个地方不太吉利。好，谢谢啊。阿泽，一会儿你去周围打探一下，我们俩去他家看看。是。这里如此破败，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。
怎么了？这些小孩的东西，全都是双份的。你看，难道沈慈还有同胞兄弟？小心！别怕，是虫子。倒也不是特别怕。这看起来是个柴房，怎么会有人常住在这里啊？大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沈慈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啊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沈家原本确实有对双生子，大的叫沈慈，小的叫沈岩。沈岩，这小的呀，说了也古怪，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他那双眼睛啊，还透着白惨惨的光。最古怪的是，他能招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。真这么玄乎？那2个孩子呀，是我接生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这小的眼睛看不见，性子呢也孤僻，从不跟人打交道，整天一个人嘀嘀咕咕的，就倒腾那些虫子。他爹娘也不怎么管他，他就住在自己家柴房里，几乎不怎么外出。所以呢，一般外人都不知道沈家有2个孩子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孩子还是惹了祸，他养的那些毒虫一不留神，把他爹娘给害死了。经过那事儿之后啊，这哥哥伤心的很，就离开了这儿，去河阳求学了，说是这辈子呀再也不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也没有人再见过那个弟弟。如此说来，沈岩定是跟沈慈一起去了河阳。当他知道他哥哥死在了鬼林之中，便冒名顶替他哥哥的身份回到书院，对陈父等人伺机进行报复。按照刚才大娘所说，那个沈岩天生就会控虫，那陈父等人意识不清，主动跳崖，恐怕是沈岩下了蛊虫。这么看来，沈岩的杀人动机和手段都已明确。可是这跟水波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机关重重的鬼林又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回去吧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吧，沈岩。你好像并不意外。只要有心，找出我的身份并不是很难的事。你生来异能，可以操控虫子。你怪陈父他们见死不救，害死沈慈，所以你假扮成他，利用蛊虫报复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总想着自己。不过这还不是真相。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不过是为了水波纹，
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陈父。你竟然教唆一个朝廷命官为你杀人？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留着他无用，杀了他也不难，何不物尽其用呢？为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真相啊？到底遗漏什么线索了？没事，至少目前确定了陈福种的的确是蛊虫，只要了解了解法，就能知道真相。哎，对啊，要是陈父能够醒过来，我们也许能从他那找到突破口。我先回去查一下方术典籍，找一下方法。哎，再忙也要吃饭吧？你这几天长途奔波，风餐露宿的，精瘦了不少。我让厨子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不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我送你。别叫我，你有这功夫自己好好查查案子吧。女人心，海底针。这对她好也不行，对她不好也不行。你说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敢讲。还有什么是你不敢讲的？讲。自打上官小姐进了县衙以来，我也一度觉得她对公子的态度是摇摆不定。但是根据最近的种种来看，她恐怕是……什么？讨厌公子。啊？公子，你想啊，只有讨厌一个人，才会烦着他，躲着他，看见他就挑刺，见着他就想跑，根本一刻都不想跟他多待，对吧？对吧？不会说话可以不说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讨厌我？怎么可能嘛？她都嫁给我了，怎么可能讨厌我呢？等等，当初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是上官芷，并不代表杨采薇的心意。他变成上官芷回来，第一个怀疑我是杀他的凶手。如今他与白小生和竹来江如此亲密，看来是把身份的秘密告诉他们了，却不肯对我透露半点儿。我越是对他示好，他就越是厌恶。难道他真的讨厌我？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怕我再待下去，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哎呀，可是我又不是我自己，我怎么能放纵自己呢？什么自己跟自己啊？小姐，你在绕口令吗？没什么，我自己都绕不清了。对了，小姐，方才卓少主任阿福捎来了口信。什么口信？他说银雨楼的事情他会调查清楚，让小姐莫要担心。少主，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玉蟾雏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引，据说有皮肉再生的功能。孙堂主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个？保存的这么小心，看来对他十分重要。